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考拉君。最近呢，我总是分享说养鸽子和养鸡呢总是亏本。评论区的小伙伴呢也是说养殖是一个大坑，千万不要搞养殖，不然就是要倒大霉了。很多人都是在养殖上面这个事情亏本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关于养殖的事情，关于呢我们附近的一个朋友养鸡的事情。这个人呢，他可能很老了，可能有50-60岁了。他们村里面有很大片林地，然后呢都是空出来的，然后他就在林地里面养鸡嘛，很大的，然后呢种了很多树。他呢就养了200-300只鸡吧，就是本土鸡，很小的，都是母鸡来的，就是母鸡孵小鸡，然后呢全部合起来呢大概有200-300只这样子。这个朋友的小鸡并不是购买的，他是他自己的母鸡生的，生了蛋以后呢自己的母鸡孵出来的。他本人也不懂什么养殖技术，这个防疫这些事情，打疫苗这些事情，他是从来没有去搞的。他也就是在那个林地里面呢建个小房子，然后呢白天就把鸡放出去，就喂一些饲料啊，喂一些玉米啊给他们，然后呢晚上呢就把它关起来。平时呢这个鸡看到这里粪便啊有什么异常的话呢，有什么1-2个死亡的话呢，他就去开一些药，也就是这样。他这个养鸡这个事呢，他还是挺轻松的。其实呢鸡的话如果有200只以上的话，不打防疫还是挺危险的。但是他那里胜在它的空间够大，这个鸡的单独活动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呢它的传染病呢就没有这么严重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相安无事。它这个鸡呢就是卖的挺贵的，它一般都是卖一只100块左右吧。它一只鸡大小也就是2-3斤的样子，挺小的。这种鸡种的话，它呢一般都是卖给城里面的一些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住在县城里面的。然后呢县城里面有人要这个鸡就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呢他就在他那个林场那里杀好这个鸡，就带回县城里面给人家了。其实呢这个鸡的成本并不是很高，所以他每只鸡单鸡的利润呢还是挺高的。他自己呢说每一年大概可以赚5万块吧。有些小伙伴肯定觉得5万块哦，一年赚5万块好少哦。其实对于一个50-60岁的人来说，一年能搞到5万块其实还是挺多的，在一些小县城的城市里面嘛，又不用干什么苦力活，就是平时喂鸡啊，给人送下鸡啊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而且这样养鸡的话呢，它风险并不是特别的大，因为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受到市场的影响。就是像我们养大批鸡的话呢，价格呢都是受到市场的影响的。市场呢高，我们价格就高；市场低呢，我们价格就低。但是呢，它养这种纯土鸡的话呢，它的价格并不会受到市场的影响，它就是定在100块，所以呢，它的利润呢都是固定的，所以就没什么风险，这也是挺好的。而且呢，它的客源相对稳定，都是一些老相识嘛，都是朋友或者是朋友介绍的一些顾客。他们呢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就是他们有这种爱好，觉得这种鸡挺好吃的，所以时不时都会跟他订购。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价格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鸡的品质好，配得上这种高的价格。反正呢在大家的潜意识里面，越原生态的东西呢它就越安全，越健康，越好吃。所以呢卖100块钱一只呢也不会觉得很贵。如果呢是像我们这种大批的鸡的话呢，别人还是觉得我们吃饲料啊不好啊之类的嘛，对不对？
这个朋友呢挺老了，所以呢他也不搞去什么网上销售啊，微信销售估计也没有去搞吧。反正呢他也是挺满足的，每天呢就喂完鸡就去跟别人吹吹水啊，吹完水之后呢又回来喂下鸡啊，晚上呢就把鸡赶进那个他搭起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啊，然后就这样，生活呢也是过得自在逍遥啊。其实呢这样挺好的，这样搞养殖的话呢其实还不错，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反正他200-300只嘛，压力也是不是特别的大，没有什么销售压力的，都是很轻松的。其实呢搞养殖它并不一定总是亏钱的，它总有挣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总有人会挣到钱的，对不对？只是说呢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养，我们呢要用什么方法来卖，这都是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我是考拉君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浪奔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盡了世間事，混作滔滔一片潮。